这位是克瑞的老板王柏林，前程就是买了他们的股票。听工人们讲，你和芙蓉药厂的前程关系不一般。是的，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事儿是因为我而起的，所以我让杨队把我带过来，想当面给工人兄弟们一个交代。工人们都等了半天了。市长回来了！大家请安静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克瑞制药的董事长王柏林，下面让他给大家讲一下。今天来这里，我给大家表个态。我们一定会担负起一个良心企业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，替政府排忧解难。我们会承担前程厂长的一部分债务，因为前程是我的好兄弟，他出了事儿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他就是因为欠了你们的钱，实在过不去了，就在刚才，他跳楼自杀了。无论如何啊，拿你们的钱去炒股，这是不对的。但是现在市场的行情不好，他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没有办法了。但是你们要仔细想一想，我们的经济，我们的股市就真的没救了吗？政府一定会积极救市，我们克瑞制药也会负责到底的。那我们钱怎么办啊？是啊，谁给我们钱？是啊，这怎么办呀？我们已经加大了在科研上的投入啊。事实上，有几款新药马上就要研制成功了。在这里，我可以向大家承诺，一旦我们的新药研制成功，我们克瑞的股价一定会涨上去。到时候，我会按照前程厂长所持购股份的比例，以分红的方式，把钱分给大家。看来，王总是个有担当的人。这是我们这些做企业的应该做的。李秘书，请王总到我办公室。千城的那2000万，一定要查清楚。是。你怎么了？我明明已经抓住他了，他却那么拼命地挣开我的手。你说他都敢去死，为什么就不敢活呢？我们救下了王柏林，但是前程这条命，却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就这么没了。他挣开我的手掉下去那一瞬间，我可能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别说你了，就连我这个老警察遇到这种事儿，心里也特别的难受。以心换心，想想自己，想想你嫂子，想想淘淘。所以啊，真心跟知足才是最重要的。前程就是因为太不知足，太存有侥幸心理，才毁了这个家。你说股票为什么会让人失去理智呢？挣钱了就拼了命往里扎，赔钱了可以让人居然连命都不要。金钱就是会让人失去理智的，股票也是。
对了，师傅，我觉得王柏林这个人有点奇怪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事儿是因为我而起的。我会按照钱程厂长所持购股份的比例，以分红的方式把钱分给大家。你看他今天在市政府说的那些话，我总感觉像是提前准备好了似的。我也感觉到了。对了，师傅，我刚才看那个王副市长好像有点生气，你回去没事吧？其实这王副市长啊，并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么没有人情味儿啊。他是市长啊，但也是我的老丈人啊，也是他姥爷。那个我这反正这么长时间已经习惯了呗。看我干什么呀？您太不容易了，真的。王柏林呢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他回去了。你们把他放了，钱程都跳楼死了，你们怎么相信这个事情跟王柏林一点关系都没有呢？要调查他呀！不是，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影子，你先上去吧。莫名其妙。哎，无假歧视吧？您知道我？我看过您的简历，你参加了招警考试，而且成绩还不错，高学历不简单。不过你毕竟现在还不是警察，调查王柏林有没有问题，是我们警察的工作。我今天在现场看到你跟钱程家属的关系不一般，没什么事儿，去人家里安慰安慰人家，好吧？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爸，回来了。一会儿进去给你妈上一炷香吧。这时间过得真快，你妈离开我们已经12年了。
想妈妈啦？今天我看到新闻了，你妈的学生钱程自杀了。他是能证明你爸清白最重要的人物。我前段时间去找过钱程，他好像有话要跟我说，但是又没说出口。今天我去他家想再问清楚，可没想到他就这么死了。12年了，也许真相我们看不到了。不会的，爸。虽然钱程死了，但是我却有新发现。爸，12年前，只有钱程有机会偷走妈妈的改组方案，但是我发现他背后的那个人才是最关键的。钱程偷了改组方案，最大的受益人并不是他，而是王柏林。王柏林利用改组方案进入了大化，也就是现在的克瑞。那只是你的猜想。钱程如果不是受益人，那他为什么去帮王柏林呢？所以我才说我有新发现呀。钱程自杀是因为他买了大量的克瑞股票，购买的数额巨大，如果不是王柏林在背后操纵，他是不敢下手的。只不过这次搞砸了，把自己命都给搭进去了。爸，你想啊，这么些年王柏林一直做生意都带着钱程，肯定是对他当年窃密的回报。钱程已经死了，王柏林又不是你能随便见到的人。我认为你还是好好考虑自己今后的人生吧。当年的事情啊，那只是你的心结，你要想办法放下它。等你到了爸爸这个年纪，你就会懂得，人的一辈子会结下许许多多的疙瘩，大的小的，有时候你怎么也解不开的。你越是想去解它，它结得越死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只好先把它放下。对了，前阵子我帮你投了几个简历，都是市里边最好的金融公司。我看了一下，投资顾问薪水高，风险小，再说和你的专业也对口。爸，我对这些公司都不感兴趣。我要是不查清楚真相，还给妈妈一个清白，我是不会罢休的。佳琪，我不是不想知道真相，我也不是不想给你妈一个交代。如果非要搭上你的人生的话，你妈是不会乐意的，她更不愿意看见自己的女儿带上那么沉重的枷锁，你懂吗？以后妈妈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查不清楚真相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小荣，我是王柏林。孩子睡了吧？没事吧？王柏林，
老钱做了什么？你告诉我真相，你俩到底有什么事？你先冷静一下，听我说。今天下午你们家老钱跑到我们家拿刀架到我的脖子上，逼我还钱。可是你知道，我们俩的钱都投在股市上了，回不来了。老钱是我的好兄弟，那么多年了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走这条路。小荣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可以拿我远在美国女儿的性命来做担保。你们家老钱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好后悔啊！我要早知道会是今天这个样子，我当时死活拦着他，绝对不能跟你这种人搅和在一起。当年要不是他鬼迷心窍，帮你做了那件事，现在应该还在学校里教书，我们一家还能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呢。小荣，你说话得当心点。你听我说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现在会为以后的生活做打算。你们的孩子还小，才10岁，以后还要念书，说不定还要出国深造。当然了，这一切老钱帮不上了，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不希望你们母子俩越过越差，他一定不希望自己用命换来的东西毁在你的手里。你懂我说的意思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在威胁我？小荣，我哪句话威胁你了？我是为你考虑啊。这是一点心意，节哀顺变。王总，其实赔偿那母子的事情您交给我就行了，您何必亲自跑一趟？海平他还得我出面，他有儿子，不敢乱来。前程所有的事情啊，我在之前都已经处理好了。处理好了，这份合同上不但有我的签名，还有马志才的，幸亏没落到警察手里，否则麻烦就大了。马世才找到了吗？我都已经撒出去了，但是到现在还没消息呢。以后做事干净点，别净留尾巴。我知道了。但是王总，以后我们该怎么做啊？您答应替那个钱程还钱，可对于柯瑞来说，那是一大笔钱，大出血。放长线才能钓到大鱼，股市不会一直这么跌下去。我们也该换个玩法了。这本书你能看得懂吗？不懂。他懂。小一头。柏林，我不想走了，
要不然我干脆把机票改签了得了。你说这家里刚刚出了那么大的事情，我这会儿走，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我不踏实呀。昨天晚上不都说好了吗？不要老变来变去的啊！不是，我担心你啊。你说，万一那些人再过来找你怎么办呀？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啊。好了，放心吧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这件事都过去了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再说了，我们的女儿还在那边等着你呢。啊！后面那辆车一直盯着我们，看需不需要人。搬行李。让唐红陪你先去办手续，我碰见个熟人，打个招呼，马上就过来。啊？嗯，好，你快点啊。又是你啊？有什么事儿吗？王柏林，钱程刚死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呢？我去哪儿用得着告诉你吗？你是干什么的？刚刚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就要走，你是在害怕什么呢？钱程的死，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姑娘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也不想知道你是谁。我没有必要向你汇报我自己的私事儿。我警告你啊，别对我这么好奇，否则下次遇见你，不会对你这么客气。对，没有问题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您好。哎，你好。我是来面试的，和王主任预约了。我们面试在2楼，不过王主任他现在在开会，你要稍等一下了，估计得下午吧。啊，那好，不着急，没事，我等一会儿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啊。想的挺人真多呀，80个人。高老师，曹老师，您帮我搂搂，今年一直在涨这个海波矿业，到底应该买多少啊？这样的，各位，你们说那个海波矿业呢？我个人觉得没有任何购买价值啊，谨慎观望，谨慎观望。这不是从头往这几天就它最稳健了。是没错，但是你们想一想，海波矿业它主营的什么？有色金属锡矿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国家的锡矿全部是在西南、云南那一块儿，但是它的注册地呢是在江苏，江苏有什么？无锡，对不对？无锡怎么得名的？西山有西，山无锡啊，对吧？那个地方不产锡矿。我不明白，怎么还是不让买？是这样的，那个我是负责建股的，但是普及知识呢不是我的工作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情，好吧？我们下次再跟你们聊啊！啊，观望态度，观望态度啊！
谢谢。走，改天。不是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别动手啊！好好说呀，我现在就是跟你好好说。欠刘老板的300万，什么时候还？哥们儿，你要这么说就不对了。什么叫欠的呢？那股票刘老板自愿买的。小子，甭跟我扯淡啊！要不是你这张嘴，刘老板能陷进去吗？就说这事儿怎么解决，今天，来接着混。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能那么轴呢？我就不明白。咱们东躲西藏的啥时候是个头啊？啊？你不是说那个股票一定会涨吗？这怎么还一直跌停啊？触底反弹，它得触底，它才能弹起来啊！我就是不想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。300万呀，哥，那刘总都找追债公司的人来了。我这万一卸我条胳膊腿的，我这下半辈子我怎么过呀？你这个人，咱们这行啊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郝先生，您好。您认识？您现在啊有2条路，一条路呢就跟我走，我带您去见一个人；还有一条路呢，您继续待在这儿，那帮追债的来了。大家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走。我呀是福荣药厂的副厂长，从建厂的时候我就是副厂长。啊，我跟老钱呀，我们俩关系处得不错，出了这样的事儿啊，也挺意外，也挺难过的。你问的那些情况我都给你介绍了，但是至于他当老师的那时候那些事儿，我真的不清楚。没事，厂长。那我想向您打听个人，您帮我看看，这个人您认识吗？哦，哎，坐。认识啊，这是科瑞的王柏林王总。他跟钱老师关系怎么样啊？他们俩关系不错。药厂刚成立的时候，他老来。他跟钱厂长2个人原来是同学，10几年的交情了。钱厂长啊，学习不错，这王总啊，学习不行，但脑子灵活，做生意是把好手了。兄弟俩感情一直都挺好的。那最近这几年呢？最近这几年，感觉走动的少了。也难说，人家王总现在是上市公司的老总了，肯定忙，可以理解。哎呀，哦对了，他们俩以前好像有过合照，就这个，你看。哦，这些东西是？这些啊，都是老钱的，我都给他收拾好了，准备给他送回去。哦，厂长，这样吧，这些东西啊，我给您送给他们家人就行。哎呀，
那多不合适。没事儿，我跟他们家人也熟。那好，那就谢谢了。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怎么走路都不看路？怎么是你啊？怎么不能是我呀？你来这干什么？我来替钱老师的家人取他的遗物。你来取遗物？钱程的案子现在还没结呢，有关他的所有一切东西，我们都得带回局里。小刘，拿过来。这些是钱老师家人的东西，有什么需要，麻烦你带着文件去找他们家属取。你是家属吗？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这属于妨碍公务，你知道吗？小刘，拿过来。等我们查清楚了，没有任何问题了，我们会主动归还家属的。走。那你说说，对股市的这轮下跌有什么看法？我说王先生，我觉得您找我过来，不会是要听我吹牛的吧？那你说说，我请你来做什么？当然是科瑞的股票啊。好啊，跟我说说你对科瑞股票的看法。虽然这几天它的下跌幅度有所放缓，但是钱程的案子牵扯到你了，今天又跌停了9.2块。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，科瑞可是9死一生。郝先生，知道吗？我关注你很久了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有人对我那么上心，我真的有点感动了。市面上所有人都认为科瑞的股价已经没救了，但我相信郝先生的眼界不至于如此。告诉我，如果你来负责科瑞的股票，你会如何做？既然王先生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来，我也给您交个底。在我郝小象看，这个时代不存在救不活的股票，恰好科瑞走进我的视线也有很长时间了，他的底子不错，而且我这个人就喜欢挑战，要么不做，要做就要创造奇迹。郝先生，坐。郝先生，说说你的方案。王先生，我现在要是告诉您我有方案了，那真的是吹牛的。您要是信得过我的话，把科瑞详细的报表整理给我，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您方案的。好，那我就先预祝郝先生马到成功。这个是你在刘总那儿所有的欠条，我已经替你处理了。
今后不会有人再妨碍郝先生大展拳脚。王先生，干大事的人，合作愉快。哥，要不咱们先给他点钱，让他在股市里玩玩。 咱们也看一看他到底有多大的能耐。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唉，马世才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警察下一步就会追查那2000万，在警察之前找到他，让他离开北疆，或者让他消失。 夏队，钱程的老婆来了，在3楼的认识房，要走非正常死亡程序。我这就去。啊，对了，还有，从芙蓉药厂拿回来的钱程的私人物品也都检查过了，没有发现可疑问题。知道，去吧。好。哎，远哥啊，我正找你呢。怎么了？钱的事咱们终于搞清楚了，你看一下。哎呀，你就直说吧，你知道我对数字头疼的。 1年半前，工人提供签约日期之后的半个月内，钱程的个人账户上收到了工人转款，大大小小共计2000多万。这2000多万后来又被转到了一个对公账户上。对公账户？公司名字叫万马汇投资有限公司。这么说，钱程没有直接买股票，而是把钱打进了投资公司。没错。 这个万马汇的老板是谁？法定代表人是一个叫马世才的。你去调查一下这个马世才，然后再查一下这个钱到了万马汇之后的资金流向。是。肖女士，肖女士。 肖女士，请节哀。有几个问题还需要问您一下。你问吧。钱程在事发之前有什么反常吗？他生意上的事情你了解吗？他生意的事儿，我不太清楚。 他跟厂子里的工人筹钱，我都是事发当天才听他说的。老钱平常是个老实人，出这么大的事儿，可能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了。王柏林，你了解多少？他跟老钱认识好多年了。 2个人关系一直都不错。钱程刚开药厂那会儿，他也帮过不少忙。这几年，王总生意越做越大，钱越赚越多了，平常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点。钱程购买了王柏林的股票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 那他们俩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过节吗？他们俩应该没有吧？他们平常关系还挺好的，这些年也没见他们兄弟俩红过脸。虽说人家王总生意越做越大，但平常还是挺关照我们的。
逢年过节、出国什么的，也经常给我们带些礼物。那好，如果您还想起些什么，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。送一下。